欢迎来到 GSN Channel， 我是各位的战略导航员。在这里，我们不追市场的杂音，我们只专注在拆解那些驱动市场的深层结构。这是一份为专业投资者所准备的战场地图。好，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务必先理解我们的战略边界。这份报告的唯一目的是提供一套基于市场结构与数据的分析框架，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我们的目标是强化各位的决策逻辑，而不是取代各位的独立判断。这个礼拜市场的目光全部都聚焦在这个数字上 ，Intel。一家被很多人认为是落后者的传统晶片巨头，竟然在单周上涨了23.6%。各位，这绝对不是一次性的反弹，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资本正在对整个 AI 产业的价值链进行一次深刻的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很多人会把这件事归因于空头回补，但那真的只看到了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关于 AI 盈利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已经悄悄地展开了。资本的流向正在从怎么训练模型转向怎么靠模型来赚钱。好，我们现在就来深入拆解这个结构。当标普500指数在7165点的历史高位附近盘整的时候，真正的战场其实并不在指数本身，而是在它的内部。一场权力交替的戏码正在半导体这个最核心的领域激烈的上演。好，我们直接来看数据。费城半导体指数完成了非常惊人的连续18天上涨，这本身就说明了资金对这个赛道是极度的看好。但这张投影片最关键的讯息在于，推动这一波涨势的领航者已经换人了。镁光灯不再只属于 NVIDIA、Intel、AMD、ARM 这些在推理端具备独特优势的参与者，正在用这种惊人的不对称涨幅，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要理解这场权力转移，我们就必须理解一个在企业财务报表中正在发生的关键转变。AI 投资的中心正在从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X 阶段，不可逆转地滑向营运支出，也就是 OPX 阶段。这不只是会计科目的转变，更是整个产业痛点的转移。过去这2年可以说是资本支出的黄金时代，大型科技公司不计成本的采购 NVIDIA 的 GPU， 这是建造大脑的阶段，是一次性的非常庞大的硬体投资。但现在，当这些大脑开始投入日常营运，企业的财务者们正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持续不断的，而且非常高昂的运行大脑的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营运支出。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花了大钱盖了一座最新进的工厂，但你很快就发现，让这一条产线24小时运转的电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蚀你的利润。AI 的训练就像盖工厂，而推理，也就是实际应用 AI 来服务客户，就是那笔持续不断的电费。所以，当企业发现处理每一个 token、每一次查询的成本变成了获利的瓶颈时，整个赛局的焦点就从追求极致的性能转向了追求极致的成本效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聪明的资本永远流向最能解决当下痛点的地方。当痛点从算力不足转变为成本过高的时候，资金自然会去寻找那些能够提供更低功耗、更高效率推理方案的公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Intel 的通用算力、AMD 的性价比，还有 ARM 的低功耗架构突然之间变得这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正在为企业解决如何让AI 实现盈利这个最核心的商业问题。好的，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角色需要进行切换，我们要从市场发现者切换为风险管理者。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市场的进攻方向，现在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那个正在形成的巨大防御攻势，宏观层面的风险正在快速聚集。标普500指数的前方并不是一片坦途，它正在逼近一道由全球衍生性商品市场共同构成的，几乎可以说是物理性的障碍。这个数字就是7200，请各位记住，
这不是技术分析师画出来的一条压力线，而是一个由数兆美元的期权部位所定义出来的量化天花板。它的存在是市场结构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一道伽马墙想象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在7200点的价位累积了巨额的看涨期权卖方部位。那么作为这些期权的交易对手，造市商，也就是 market makers， 为了维持自身的风险中性，就必须执行对冲操作。也就是说，当指数越是上涨，越是逼近7200点，招市商就必须在期货市场上卖出越多的合约来对冲风险。这种机制性的卖压就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阻力墙，有效地吸收市场的上涨动能。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人都在平息以待下个礼拜的 PCE 通膨数据，但在我们的风险模型里面， PCE 数据本身它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能决定7200点这道墙是会被攻破，还是会成为多头反转点的关键变数，其实隐藏在债券市场之中。我们需要用猎人般的专注度，紧紧盯住这个目标。10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 ，PCE 数据是因，但殖利率的走向才是真正影响科技股估值模型的那个果。它是一切风险定价的核心。这张图是我们风险仪表板的核心。我们设定的 4.X% 是一条关键的生死线。一旦 PC 数据引发市场恐慌，导致殖利率猛烈的向上突破这个门槛，它将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首先，更高的殖利率就意味着更高的贴现率，这会严重压缩科技股的估值。其次，它会触发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风险评价基金的系统性卖出。到那个时候，7200点的伽马墙将会从一个被动的天花板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加速器，让市场加速向下反转。好，基于以上所有的结构性分析，以下是我们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关键事件所制定的机构级别的战略应变框架。这张表将3种可能的剧本跟我们的行动方案直接挂钩。在金发女孩情境下，如果 PCE 温和，殖利率回落，那市场就会获得攻破7200点的燃料，我们应该维持现有部位。但是在通膨顽强的情境下，一旦殖利率突破了关键水位，这就是风险讯号。我们必须执行战略性的撤退，降低我们的风险敞口，等待市场回测7050点的支撑。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战术要点。第一，将71200点设定为我们的利润守护线，任何跌破这个水平的行为都应该触发初步的减仓。第二，下个礼拜的核心观察指标不是 PCE 数字本身，而是10年债殖利率对那个数字的结构性反应。最后，在目前的高位，请务必保持至少15%的现金，这不是保守，而是为了在潜在的波动当中保有战术上的主动权。市场的日常表现决定了你的账面收益，但只有对市场结构的深度理解，以及你据此制定的应变策略，才能决定你在这场漫长的赛局当中的生存几率。看清楚风险，永远要优先于追逐利润。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议题，在这个全新的营运支出时代，当所有巨头的焦点都转向了效率与成本控制的时候，谁将会是下一个提供关键解决方案，并且因此脱颖而出的赢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定义市场的下一个篇章。感谢各位的收看，